我看来我就是应该要离职，寻找我更有热情的所在。没有，但是他让我用一个新的态度去面对我的工作跟我的职涯。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强者我朋友。那今天企划洋洋一样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好，我是洋洋。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只要有人的创意总监嘉瑜，但今天要聊的其实不是创意总监的工作，而是要来聊聊他最近新工作，就是我们的职涯咨询师的部分。嗨，大家好，我是嘉瑜，然后我是只要有人的创意。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职游培训的职涯咨询师。好酷！好，那在我们开始进入正式访谈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希望你家的孩子更聪明吗？研究发现当爸爸参与共读不同的叙事跟用字，能够激发孩子更好的认知表现。父亲节就让芒狗狗陪你和孩子一起共读吧。芒狗狗生活教育绘本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还有深受好评的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练习长时间的专注。不想睡觉的探险更适合爸爸共读的入门选择。全套16本丰富多元的主题，芒狗狗邀请所有的爸爸们一起参与共读，让孩子在成长路上加速前进。现在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还能够享有父亲节88折优惠。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那职涯咨询师主要在干嘛？职涯咨询师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处理大家在职涯上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烦恼。那也可以想象，就是心理咨商他处理的问题可能很个人，然后很多是关于可能你个人的一些创伤经验。但是像职涯的话，它就是在你的个人的烦恼里面更聚焦在你的职场上面，或者是你工作上面遇到的一些困难这样子。因为我们一般会听到别人分享职涯，可能都是一些你知道成功人士，然后他们在讲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这个东西它反而其实没有什么应用的价值。我是不会这样讲啊，会不会太尖锐了？没有，因为很容易啊，就是那些东西不好被复制啊，基本上没错，那个就是有点像是幸存者偏差之类的，就不适用于大多数的人嘛。没错，而且我觉得职涯烦恼其实就跟大家去咨商的烦恼一样，它是非常个人化，就是等于说适用于你的方法不见得适用于我。我们的问题就算看起来都是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但你往下去挖掘，就会发现造成这个结果或者是这个情况的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职涯咨询师对我来说，除了可以帮助其他人以外，他也帮助了我自己。就我觉得在上课的过程中，是真的可以感觉到有一些我自己卡住的地方有被解释，有被厘清，然后整个上完之后，并没有让我比如说我看来我就是应该要离职，寻找我更有热情的所在。没有，但是他让我用一个新的态度去面对我的工作跟我的职涯。那嘉瑜能够分享一下，在你现在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是大家很常见的烦恼吗？很常见的烦恼，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就是职业倦怠。就比如说他已经身心可能出了一些状况，他就会觉得说他可能好像不是很适合，或他开始抗拒工作。那这个原因有很多，第一个是我觉得很常见的是，他可能本来抱持着热情，但是后来他发现说，在这个领域上他的热情可能他一开始的期待有错，或者是他虽然很有热情，可是发现工作有很多现实的条件，不是热情就可以满足你的。那大家都说要追逐自己的热情，他追逐了自己的热情，可是却感觉被热情背叛。那当然，第二个是完全没有热情，完全没有热情不是太大的问题。要看当事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就如果你没有热情，然后你又做不来，就有些人会觉得说，他感觉自己的职能也好，性格也好，在他这个领域上面好像没办法发挥。然后他没办法发挥，就知道说，那再过3年，我会不会一样在同样的位置蹉跎？那我到底能够在这样子的条件下，我可以抵达什么样的地方？那他自己也会有很困扰，就会想要知道说，那我可以转到哪里去？我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做转换？那另外有一个是，我觉得一般比较少会被提到，但是我自己很常遇到的来访者情况，就是其实有蛮多有职场人际的问题。对，就是可能他跟主管处不来，跟同事处不来，那或者是说也有遇过一个很有趣的来访者，就是他非常喜欢有团队的感觉，就他很喜欢，可能我觉得他的想象很梦幻，就是比如说大家会一起加班，然后叫餐，然后一起做出一个专案，对，然后就哇，然后互相鼓励打气。但是他在的那个职场是，他说他
进公司他都会习惯跟大家打招呼，可是没有人会抬头回应他，这样也是有点太冷漠。对，然后他就会一直觉得说，他一方面又会安慰自己说我只是来工作大家把公事做好就好，可是他一方面又会觉得很痛苦，然后他想象中那种想要跟主管那种麻吉的，可是他的主管就是他们的那个体系里面，主管其实是比较权威，然后比较古板，所以他在这个互动中就一直碰壁。然后这一切就会累积成他会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待在这个地方可是公司钱又有点多所以他就会一直进退两难。所以他一方面对领到钱的时候，他就会说这领那么多钱，我怎么还想这些有的没的，是不是太不知足了？可是他实际上就是每一天都会很痛苦。对，这种职场人际的问题，但这样其实也是很消耗啦，就有时候卡在那个地方，就是不上不下的感觉。那通常遇到这些难关，你会协助他们怎么进行排解？能够举个例子吗？我们就从那位重视团队气氛、组织文化的那一位开始好了。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打算说要怎么样去正视说，其实你很重视团队文化这件事？”然后他又说：“我觉得这种事可能还是顺其自然吧，就好像不能强求。”可是你会发现说，他其实也知道自己很重视，可是他在求职的时候，他又没有把这件事情放进来。就是其实人很常会有问题，是因为矛盾。就是你的想要跟你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搭不在一起。我就跟他说，你不能这样想，因为你如果这样想，就表示说你下一个环境还是非常有可能没有办法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就是你必须要去根据这些情况，或者是这个目标去拟定。可能我在面试的这个阶段，我需要拟什么样的问题让面试官来回答，或者是我需要针对这个我期待的题目去收集什么样的资讯。比如说我能不能够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有人在这间公司任职，我可不可以去访问他对于这间公司的整个团队文化或者组织文化的想象的实际上经验的感觉。对，那像这些东西就必须要点醒他说你一定要去做，因为如果你不在乎就算了，可是如果你很在乎到其实是你现在很大的职业倦怠的来源，你怎么可以在你下一次就是要做转换的时候，你又把这件事放在一旁呢？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常需要去点出来，就是你的所作所为跟你的追求完全没有关系。但我觉得刚刚那个例子啊，他还很明确知道自己是很喜欢团队感，但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遇到的状况是，他其实不太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要放在他找工作时候一定要重视的价值观里面。像刚刚那位来访者，他也是透过牌卡介入之后，发现说他其实在现在的职场环境里面最失落的一块是来自于人际关系，所以其实透过牌卡，我们可以发现出说，可能这个人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境，然后最大的、最主要的哪些原因，其实是可以透过牌卡去反映这些情况。我要看牌卡，你有带？有，我有带。我今天把3套主要使用的牌卡都带来了，就是有包含能够探索热情的只有旅人卡，然后还有探索天赋的职能盘点卡，以及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的，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找出自己内心觉得最重要的价值观排序的价值导航卡。我来看看我来做会怎么样。对啊，我也很好奇你的结果。对啊，应该会很有趣吧？作为一个卡牌玩家，不是。来看一看价值导航卡呢，它把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就是重视的价值观分成4大类，有自我与生活、人际关系、美德价值跟工作与追求。然后我今天想要请志祺帮我在工作追求的价值观里面先挑15个，然后其他3类自我与生活、人际关系、美德价值也挑15个。我看看这边有什么？这边有清楚的流程与规范，有秩序跟稳定的环境，冒险挑战，社会认可。好多这超多的，这真的会要花时间。另外有一个提示语是，你在选的时候啊，不能因为你现在已经有，或者是特别没有，你就去选它。比如说，你不能因为说我现在团队已经很有秩序，那我就不用选了。就如果你觉得它对你重要，那无论你现在有或者没有，你都应该要选进去。所以在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我全都要的，没有办法，不可能。这个牌卡上面的文字跟叙述，它其实都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原因就是因为针对同样的字词啊，其实每一个人看到的时候诠释不一样。所以其实重点在于说，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你想象的是什么？哇，好难啊！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正向的，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塞给你，你说这个不用，这个不用，国家主权 I don't care 这样可能有啦，可能有人，但就是基本上它是很正向。可是，在做这个牌卡的过程中，其实当然你选了什么很重要。我另外一个喜欢让大家感受的就是取舍这件事情，所以志祺
这2堆，请你再帮我精简成15张。精简成15张哦，人生好辛苦哦。对，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观的排序，那在你的不要说是职涯追求，其实在你人生的追求跟选择上面，你会很容易看到喜欢，就看到好的你都选，那你就会变成一个价值观渣男，就是看到哎呦不错哦，然后就都去。可是其实你的才华、你的精力是有限的，在这条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发现另外更喜欢的事情怎么办？那我觉得人没有心里没有定锚的话，其实走久了都会很不安。对，所以我觉得价值观是我很喜欢带大家做的牌卡。对，而且你放弃的时候，好像它真的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一样，蒸发。对，不用担心啦，它还在。我觉得好像可以让观众知道一下，不然观众都不知道我们。你来朗诵一下你最在乎的15个价值。我们可能平常在讲说，你选15个你喜欢的，所以这个选的过程是一个取，可是取舍是两面的，所以如果志祺选了这一个，其实你一定放弃了对应的东西，你就放弃了另外一张。那这里面就要看说，那你愿意为了这个放弃哪些价值？也不是说你不选它就真的会从你生命中蒸发，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说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的话，就会让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很茫然。但是如果你知道说，比如说对志祺来说，大概有8个是跟工作追求有关的，但我觉得它里面其实虽然它是分了4大类，可是它稍微是会有一点点重叠。比如说志祺选了一个自我肯定、喜欢自己这一个价值，那这个价值虽然它是放在自我与生活，但是人是一个多面向的生物，所以如果你现在做的工作会让你就是违背你的自我与生活的追求、自我肯定跟喜欢自己的话，那你就要去考虑说这个工作真的 OK 吗？我可以做一份工作赚大钱，然后让我有舞台可以发光，可是会影响我对自己的看法吗？因为你其实选了这个嘛。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包含比如说志祺选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适合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冒险挑战。对，所以如果志祺现在的工作，可能你开始进入一个高原期，对我就会觉得无聊了，你就会觉得很闲，我就觉得不行。那破100万是一个高原期吗？是啊，一开始是啊，所以破100万之后，我马上就知道说不行，我现在状况很糟，然后我就开始各种尝试。我们那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在尝试嘛，然后就好，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了，然后就赶快开始，不然太痛苦了。你知道人设定目标这件事情一达成，你就必须要帮自己找一个下一个目标。就有些人会觉得很累，可是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子不停帮自己设定目标的过程，他会很有动力，会充满动力。那志祺，如果你是喜欢冒险与挑战的人，那你可能就抵达一个目标之后，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自己，就是人生不能无止境的在追逐。长远来说，你还是会需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变动或者是学习跟能够创造的环境。对，不是一直不停的画靶跟射箭，因为会很辛苦。但是你可以从你在乎的价值里面来营造你想要再去挑战的下一件事情。对，然后志祺还选了一个是拥有自己的事业，这个我也觉得就是蛮符合你的想象。但是其实拥有自己的事业，每一个人的定位跟定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志祺来说，你觉得拥有自己的事业是一定要创业吗？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讲，它比较是我财务上面不用靠任何的人，就我的选择权在自己手上，就我在意的只是这个事情。哇，你的目标比创业还要高，因为表示我财务完全不需要靠任何人。对啊，就是选择权要在自己身上，就是这个是我比较在意的。因为我记得你刚刚也有选一个是跟独立自主有关的。那其实如果很在乎独立自主的人，长远来说，通常都会走向脱离组织这条路。就他有可能像比如说自己创业，或者是他会成为自由工作者接案，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如果你很在乎这件事，但也许也是有一些人他希望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可是对他来说，他的这个拥有自己的事业是一种自信或者是安全感。比如说他会希望我的 title 放在那里，就我这个名字一拿出来，人家就知道他会做什么，他能做什么，所以他永远不用担心会失业，这样就可以了。对。所以其实蛮不一样的我还看到一个，就是志祺觉得最后15个重要事情是有趣的人事物。对，没有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无聊。所以这个价值其实在你现在的职涯上面其实是蛮能够被实践的吧？因为作为 YouTuber 应该很常会接触有趣的人事物。我觉得这是我做 YouTuber 最开心的事
就是它让我有机会去接触到最多好玩的人，然后这些人会因为可能个人品牌，然后让他们知道说我可以做什么，所以他们在一些有趣的事情说志祺要不要掺一脚，然后我觉得好好玩哦，然后觉得人生就是有很多有趣的面向是我原本碰不到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是包含像志祺也有选一个资产与金钱，然后资产与金钱我目前大部分的来访者都有选，我觉得可能有8到9成其实都有选，可是如果你仔细去问的话，就会发现资产与金钱其实每一个人认为重要的实际上数字并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社会环境好像会一直鼓励我们去追求更多的资产，或者是要去找一个赚最多钱的工作，但是这个多到底是多少，你自己心里其实也要有一个底，否则你就会无止境的一直追求我要越来越多钱。但是被这样子的一个迷思推着走的话，你会让你永远都没有停下来的余裕。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都要想清楚，就是如果你很重视资产与金钱，那你觉得多少才叫够？我觉得多少才叫够这一个答案大家都可以想一下，就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对，就跟比如说我很重视自由，可是你要多自由？就是比如说你的自由是只是希望说主管可以给你很多的弹性，或者是我不要有主管，还是我根本连有一个组织我都不能接受，我有同事要配合我就不能接受。你要想一下你对这个东西的诠释是你到多少才叫够？你的标准是什么？对，这个可能是需要把自己挖得更细一点，就不是只是说我想要很自由，我想要很多钱。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会让你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明确跟明白的答案。我刚刚听到你在诠释这些关键字的时候，就这些价值的时候，听到一句话，你说没有资产与金钱就没有选择权，那就会抵触你想要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那个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些价值观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连贯，就是串成一个故事，然后属于你个人的一个故事的。那志祺刚刚在做这个取舍的过程当中，你现在有什么感想吗？就是有的时候你不会把这两个价值那么觉得它是抵触的，但是的确是在时间上面的分配或者是注意力上面的分配，它最后就会陷入到这个，就是你就必须要把这些东西丢掉。例如像刚刚在有效率有效能这件事情跟其他东西，我就想说这有这么抵触吗？我只能选15个吗？但后来就觉得好像是是，但是它也可能会被摆到某一个价值观里面去重新诠释，可能蛮好玩的。但我觉得舍弃这件事情比留下对我来讲得到的多，就是尤其在衡量那些事情的时候。没错，就是如果你觉得他的东西就是你放弃不了的东西，可能会很常折磨你，尤其是他比如说别人认为很重要，所以你就因为这样紧抓着不放。比如说别人觉得你现在这工作很好这个title 很棒，都没有人管你啊，然后赚很多钱什么的。但其实比如这个工作它影响了你比如说跟另一半或者是跟朋友跟家人的相处，可是其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能比较重要，可是你身边的人觉得应该还好吧，我觉得是一个冲事业的就是年纪，他们都可以体谅你，但是你可能会夹在这个中间，你一直没有办法放弃，可是没有办法放弃，最后就是折磨到你自己。那在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如果也有观众听完这一集之后觉得他也很想要来就是职涯咨询一下的话，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是大家咨询之前能够先想一想的？先想一下，先准备一下钱，到时候我跟嘉宇就会推出一堂线上课程，叫做志祺的职涯咨询室。我自己会觉得是你要先想一下，就是其实你透过这一次的职涯咨询，你想要厘清的问题或者是目标是什么，还有我觉得也可以稍微让大家整理一下，回想一下你在过去职涯有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或者是转变，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不一定要很重要，因为我怕大家就只有觉得转职才是重要的，但其实不一定，也许是你曾经在某一次的内部提案，你做了一件什么样的努力的准备，但是在那个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你的情绪很强，但它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是一直过不去。那我觉得像这样子引发你强烈情绪的事件，我们也很值得来谈一谈，因为这个里面可能就藏着你没有被处理过的一些问题、议题，或者是你在乎的价值。对。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志祺七七的观众分享的呢？我觉得职涯烦恼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烦恼。那其实就像我刚刚之前讲，有1/3的人会因此求助心理咨商，那没有可以商量的对象。那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觉得你有
职涯的烦恼，或者你正在经历一个因为工作的关系导致的身心出了一些状况，那我觉得其实勇敢求助来职涯咨询是一个很好的第一步。那如果你想要能够定期 review 你自己的状况，或者是你想要在职涯发展上去掌握一些除了硬实力以外更高的觉知能力，那我们刚刚这3套牌卡其实也有推出线上课程，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课。那只要搜寻职游开课应该就可以找到，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来职游的网站了解一下整个职涯咨询的体系，或者是我们目前提出的这个职涯咨询的服务有没有哪些是你感兴趣的。那除了今天使用的价值导航卡以外，其实还有针对职业性格跟热情探索的职游旅人卡，然后还有可以探索自己可以转移天赋的职能盘点卡，然后我也请职游团队开了一个志祺77专属的折扣码，对，不只使用一次，可以一堂课就是折150块，就搜寻#77 OK SHA77， 没错，对，就感谢大家。好，那今天真的很感谢这佳瑜来跟我们聊聊，那今天就这样子喽，大家拜拜，拜拜，拜拜。